五脏哪里有火，看五官就知道。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时常觉得浑身不舒服，心里发躁，脸上难受，嘴巴干涩，眼睛发胀，却又说不出具体哪里出了问题，去做检查也查不出明显毛病，整日被这些小毛病纠缠，睡不踏实，吃不安稳，心里难免犯愁病。其实在传统养生理念里，咱们的五官就是五脏的晴雨表，体内脏腑生出火气，最先就会在五官上显现出来，不用复杂仪器，不用难懂学问，对着镜子看一看就能大致分辨究竟是哪一个脏腑积了火气。今天我就用大白话慢慢和各位唠明白，这些都是我多年做健康分享，结合身边众多长辈的实际情况总结出来的经验，句句实在，大家认真听，慢慢记。我前阵子遇到一位年长的老友，平日里身体还算硬朗，最近一段时间总说眼睛又干又红，看东西久了就酸胀难受，夜里还频繁失眠，情绪也变得急躁，一点小事就容易动怒。他起初以为只是年纪大了，用眼过度，特意减少了看电视、看手机的时间，还买来护眼的东西调理，折腾了10几天，症状半点没有好转。后来我提醒他不妨对照五官看一看，这多半是体内脏腑有火气在作祟，按照简单的方式调整作息，清淡饮食之后，没过几日眼睛不适、心绪烦躁的情况就缓解了不少。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，五官的异常表现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和我们的心肝、脾肺肾紧连在一起。很多长辈总把身体出现的各类上火症状笼统归为普通上火，随便买点降火的东西吃，可有的时候吃了东西不仅不见好，反而肠胃闹别扭，浑身越发乏力，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分清火在哪一脏，盲目降火自然起不到作用，甚至还会打乱身体原本的状态，这也是多数人调理上火时最容易踩入的误区。今天咱们就把五脏对应五官的知识一一拆解开来，先分清脏腑之火，再谈日常调理。方法简单，人人都能学会。首先大家要记牢基础对应关系，老话代代相传，眼对应肝脏，舌对应心脏，口对应脾脏，鼻对应肺脏，耳对应肾脏。这一组对应关系是分辨五脏之火的根本。记熟了这五组搭配，再结合身体出现的各类感受，就能轻松判断。接下来咱们就从最容易被大家察觉的肝火开始说起。肝火旺盛最先反映在双眼之上，这也是生活里最常见的一种脏腑火气。不少叔叔阿姨平日里操心家事，惦记儿女，思虑繁多，情绪也容易起伏，久而久之，肝气郁结，慢慢就化成了肝火。先说说肝火旺盛，眼睛会出现哪些变化？第一种表现，双眼干涩发痒，哪怕喝再多温水，也没法缓解干痒的感觉。第二种表现，眼白部分发红，布满红血丝，晨起的时候，眼角分泌物增多，黏腻不清爽。第三种表现，眼睛胀痛，看东西模糊，稍微用眼就疲惫不堪。除了眼部的问题，肝火旺盛的人身体还会连带出现一系列反应。平日里脾气变差，容易心烦易怒，常常莫名烦躁，夜里入睡困难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难以安睡。两侧肋骨的位置也时常有发胀、发闷的感觉，部分人还会伴随口干口苦，尤其是清晨起床之后，嘴里发苦的感觉格外明显。很多长辈出现这些状况，只想着滴眼药水缓解眼部不适，却忽略了根源在肝脏，眼药水只能作用于表面，体内的火气不消散，眼部的问题就会反反复复，难以断根。在这里，我和大家分享一组日常观察的数据，在接触过的中老年朋友当中，有接近50%的人出现眼部不适、情绪急躁的情况，根源都是肝火偏旺。这和中老年人日常思虑过重、情绪排解不畅有很大关系。想要改善这类问题，首先就要学会疏解情绪，
不要把烦心事憋在心里，有空多出门走走，和邻里老友聊聊天，舒展心情，肝气顺畅了，火气自然就会慢慢降下来。饮食上也要多加留意，肝火偏旺的阶段，少吃辛辣刺激、油炸油腻的食物，这类食物会不断助长体内火气。日常可以适量吃些清淡的应季蔬果，多喝温白开水，帮助身体代谢。我再送给大家一句好记的金句：双眼发红又干涩，多半肝火在作祟，情绪平和少动怒，养肝降火最稳妥。简简单单一句话，方便大家随时记在心里。讲完肝火，咱们接着说心火。心脏对应的五官是舌头，体内心火升腾，舌头和口腔内部就会发出明显信号。很多长辈一到换季或是熬夜劳累之后，舌头就会出状况，这就是心火上扬的典型表现。先来看具体症状。心火分为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实火，一种是虚火，咱们分开来讲，方便大家区分。先说说心火实火。舌头整体发红，舌尖部位尤其明显，舌尖红肿，甚至长出小溃疡，嘴巴里面灼热难受，吃一点温热、辛辣的食物，刺痛感就会加重。这类人群还会伴随心里烦热，总觉得胸口发闷，浑身燥热，总想喝冰凉的饮品，小便颜色偏黄，排便也偏干结，整个人静不下来，坐立难安。再说说心火虚火，这类情况在中老年群体里更为多见，大多是因为年纪增长，体内阴液不足，引发虚火上浮，舌头颜色偏红，但是不会明显肿胀，舌面上看着发干，没有多少津液，口腔里面隐隐发烫，不是剧烈的疼痛感，而是持续的燥热感。这类朋友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心烦失眠，夜里多梦，睡着之后也容易惊醒，白天精神萎靡，浑身疲惫，稍微活动一下就心慌气短。很多长辈常年受失眠困扰，四处寻找助眠的方法，却忽略了根源就是体内虚火扰心，心神不得安宁，自然无法安稳入睡。不少人发现舌头长溃疡，就一味吃寒凉的东西降火。若是实火，短期或许能见到效果，可若是虚火，长期吃寒凉食物，只会损伤脾胃，让身体变得越发虚弱，溃疡反反复复发作。这也是调理心火时最容易出错的地方。在这里提醒各位长辈，分辨清楚虚实，再做日常调养。心火偏盛的时候，一定要规律作息，绝对不要熬夜。夜晚是心脏休养的关键时段，熬夜最易耗伤心阴，助长心火。平日里少思虑杂事，不要过度操心，心态放平缓，也能减少心火滋生。日常饮食尽量清淡，减少温热进补食材的摄入，避免火上浇油。对应的金句也送给大家：舌尖发红，常溃疡，便是心火往上扬。少熬夜，晚思虑，安神清心，身舒畅。接下来要说的是脾火。脾脏对应的五官是嘴巴，包括嘴唇、口腔以及整个脾胃运化区域。脾胃是我们后天身体的根本，负责消化吸收一日三餐的营养。若是饮食不节制，口味偏重，或是三餐不规律，脾胃就容易积热生火，脾火旺盛，嘴巴周围最先出现异常。咱们先看外在表现，嘴唇颜色偏红，甚至发红发紫，嘴唇发干，起皮反复开裂，嘴角也容易出现糜烂、发炎的情况，嘴巴里面常常有黏腻的感觉，口气偏重，哪怕刚刷完牙，没过多久异味又会出现。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，就是总觉得嘴里发甜或是发腻，吃什么东西都觉得味道不对，食欲也会跟着下降，不想吃饭，肚子里面胀满不舒，吃一点点食物就觉得堵得慌。体内有脾火的长辈还会伴随浑身困重，四肢发沉，懒得活动，总觉得身体不清爽，大便也会出现异常，要么干结难排，要么黏腻不成形，粘在便池上不易冲净。很多长辈口味偏重，顿顿饭菜重油重盐，
偏爱卤味、腌菜、甜食。这些食物长期吃下来，会不断加重脾胃负担。食物积在肠胃当中，慢慢化热生火，脾火一旦生成，又会进一步影响消化功能，形成恶性循环。不少人觉得嘴巴有异味，只是口腔卫生没做好，拼命刷牙，用漱口水却不去调理脾胃，最后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，这就是治标不治本。我身边有不少长辈，一辈子爱吃重口味饭菜，上了年纪之后，脾胃功能减弱，脾火频发，嘴巴难受，消化也变差。后来慢慢调整饮食，减少油腻、甜腻、重盐食物，3餐定时定量，每顿吃到7分饱，不过度进食。坚持一段时间之后，嘴巴黏腻、口气重、腹胀的情况都有了明显改善。脾胃调养从来都离不开管住嘴巴，脾火旺盛的阶段，可以多吃一些健脾、清热、易消化的家常食材，粗粮新鲜蔬菜，合理搭配，减轻脾胃运化的压力。切记不要暴饮暴食，金句奉上，嘴唇干裂口发黏，脾胃激火要当心。3餐清淡7分饱，健脾护胃少生病。说完脾火，轮到肺火。肺脏对应的五官是鼻子、咽喉、呼吸道，都归肺所管。体内肺火升腾，鼻子最先出现不适。换季的时候，天干物燥，或是长时间待在闷热的环境里，又或是受凉之后护理不当，很多长辈就会出现鼻子不舒服的情况。这大多是肺火在作怪。肺火同样分为实火和虚火，咱们逐一说明，方便大家对照自身。先讲肺火实火，鼻子里面发干发热，鼻腔黏膜发红，容易流鼻血，尤其是天气干燥的时候，这种情况更加频繁。鼻子不通气，频繁打喷嚏，流出黄稠的鼻涕，咽喉部位肿痛，喉咙发干发痒，总想清嗓子，咳嗽也随之而来，咳出的痰液又黄又稠，不容易咳出来。这类人群还会伴随胸口燥热，呼吸粗重，整个人怕热，偏爱凉爽的环境。再讲肺火虚火，这种情况多见于年纪偏大或是久病之后的长辈，体内肺阴不足，虚火内生，主要表现为鼻腔长期干燥，几乎没有湿润感，鼻子里面隐隐作痛，咽喉干痒，时不时干咳几声，痰也很少，或是完全无痰，说话时间稍长，嗓子就沙哑难受。夜里睡觉的时候，喉咙干痒加剧，影响睡眠。很多长辈常年干咳，鼻子干燥，反复用润鼻、润喉的产品，却始终无法根治，就是因为没有调理肺脏，虚火持续存在，不是症状就会一直反复。很多人一出现咳嗽、鼻子干就当成普通感冒来处理，盲目用药或是一味吃止咳的东西。若是肺火引发的不适，不对症调理，只会延误状态恢复。平日里想要养护肺脏，减少肺火滋生，首先要远离烟尘、油烟刺鼻气味，这些东西都会刺激肺部，加重内热。天气干燥的时候，多补充温水，也可以在室内适当增加湿度，避免环境过于干燥。饮食上少吃辛辣、烧烤、温补类食物，这类食物最容易伤肺助火，可以适量吃些润肺生津的食材。温和调养对应的金句大家记好：鼻腔干燥流黄涕，肺火旺盛不用医治，远离燥邪多补水，润肺降火呼吸仪。最后我们来讲肾火。肾脏对应的五官是耳朵，耳朵的听力、耳道状态都和肾脏息息相关。肾火大多以虚火为主，在中老年群体里十分普遍。随着年纪增长，肾气慢慢亏虚，肾阴不足，虚火就会悄悄上浮，反映在耳朵之上。先看典型症状，耳朵里面嗡嗡作响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耳鸣，声响时大时小。安静的环境里，耳鸣的感觉会格外清晰，耳道里面发干发痒，偶尔有灼热感，听力慢慢下降，听声音变得模糊，需要对方提高音量才能听清。
除了耳部问题，肾中虚火上浮的长辈还有一系列明显表现：腰部酸软无力，两侧腰部常常隐隐作痛，双腿发沉，走路久了就疲惫不堪，手脚心发热，夜里睡觉容易盗汗，睡着之后身上出汗，醒来之后汗液停止，心里烦躁不安，睡眠质量变差，多梦易醒。还有不少人会伴随牙齿松动、牙龈微微肿痛，这也是肾火上炎的连带表现。很多长辈出现耳鸣、听力下降，第一反应就是年纪大了，器官自然老化，只能默默忍受，或是单纯使用外用低耳产品，却不知道这是肾脏发出的预警信号。肾阴亏虚，虚火扰耳，才会出现这些问题。单纯护理耳朵根本无法解决根源问题，还有些朋友盲目食用大补的温热食材，想要补益肾气，殊不知体内本就有虚火，温热补品吃下去，如同火上浇油，耳鸣、腰酸的症状反而会持续加重，这也是养护肾脏时极易踏入的误区。肾脏为人体先天之本，养护肾脏是中老年养生的重中之重。针对肾中虚火，首先要做到劳逸结合，不要过度劳累，无论是体力劳作还是思虑劳神，都要懂得节制。过度劳累会不断耗伤肾气，加重虚火。日常作息一定要规律，早睡早起。熬夜最伤肾阴，会让虚火越来越旺。饮食方面避开辛辣、燥热、大补的食材，选择性质平和、滋养阴液的家常食物，循序渐进调养，切记不可急于求成，更不要自行服用各类滋补强阳的产品。金句送给大家：耳鸣耳痒，听力降，肾中虚火暗中藏，劳逸有度少操劳，滋阴护肾保安康。讲到这里，五脏对应五官，分辨火气的基础知识咱们就全部讲完了。现在我们再整体梳理一遍，帮大家加深记忆，方便大家随时对照自查。肝脏有火，看双眼，眼红眼干，易怒失眠，口苦胁胀；心脏有火，看舌头，舌尖红肿，口舌生疮；心烦心慌，脾脏有火，看嘴巴，唇干口黏，口气重浊，腹胀纳差；肺脏有火，看鼻子，鼻干鼻热，流涕咳嗽，咽喉肿痛；肾脏有火，看耳朵，耳鸣耳痒，听力减退，腰酸盗汗。这一套自查方法简单直观，不用出门，不用花钱，对着镜子看一看，感受一下身体状态，就能大致分清究竟是哪一脏生出了火气。我接触过大量中老年朋友，发现很多人对于上火这件事认知特别片面，觉得上火就是小事一桩，扛一扛就能过去，或是随便买些降火的东西乱吃。其实五脏之火看似都是小毛病，可长期放任不管，火气持续耗伤，体内阴液扰乱脏腑机能，日积月累，原本轻微的不适就会慢慢演变成顽固问题，影响日常起居和生活质量。还有一部分长辈一发现上火，就大量食用寒凉食物、寒凉饮品，一味猛降，短期之内症状或许有所缓解，但是寒凉之物最伤脾胃，脾胃功能受损之后，身体抵抗力下降，火气会反复出现，陷入反复上火、反复降火的恶性循环。这两种做法都不值得提倡。养生调理讲究的是顺势而为，分清虚实，对症调养。实火可以适当倾泻，虚火则要侧重滋养阴液，慢慢收敛火气，绝对不能一概而论。在这里我结合多年的经验，和大家分享几个通用的日常原则。不管是哪一脏的火气，遵循这些原则都能起到辅助调理的作用。第一点，多喝温白开水，这是最安全、最有效的方式。温水可以帮助身体代谢废物，稀释体内火气。不要用浓茶、咖啡、甜饮料。冰水代替白开水，冰水一时爽快，却会损伤脏腑机能。第二点，严格把控饮食，整体饮食偏向清淡，减少辛辣、油炸、烧烤、重盐重糖的食物。
这类食物是滋生内火的主要源头。一日三餐定时定量，不暴饮暴食，不给脏腑增添额外负担。第3点，管控情绪，情绪波动、暴怒、焦虑、忧愁都会直接影响脏腑运行，催生火气。养肝要戒怒，养心要戒烦，养肺要戒忧，保持心态平和，心情舒畅，脏腑气机顺畅，火气自然难以滋生。第4点，规律作息，坚决不要熬夜。夜晚是五脏休养修复的黄金时间，熬夜会全面耗伤阴血，助长虚火。每晚尽早入睡，保证充足的休息，是熄灭内火、养护脏腑的根本。第5点，适度活动，不要久坐不动，也不要过度运动，选择散步、拉伸、太极这类温和的运动方式，促进全身气血循环，气血通畅，内热就能顺利散出体外。还有不少长辈会问，不同脏腑的火气能不能同时出现？答案是当然可以。人上了年纪，脏腑机能逐步减退，常常会出现多个脏腑同时有火的情况，比如既有肝火又有心火，眼睛不适的同时还伴随口舌生疮、心烦失眠。遇到这种情况不用慌张，依旧以清淡饮食、规律作息、平和情绪为基础，慢慢整体调理，不要急于求成。多种火气交织，调理周期会更长，一定要有耐心，循序渐进。我还发现一个普遍现象，很多晚辈看到长辈上火难受，就会买来各式各样的降火茶饮、养生膏方让长辈服用。在这里提醒大家，每一款养生茶饮、调理食材都有对应的适用范围，有凉有温，有补有泻。不清楚自身是哪一脏之火，是实火还是虚火，就随意服用，很容易适得其反。比如脾胃偏弱的人，长期饮用寒凉降火茶会引发胃痛、腹泻、食欲变差等问题。所以外用调理之物一定要结合自身情况选择，切勿盲目跟风。咱们再细分场景来讲，不同季节五脏之火的发作概率也不相同。春夏季节气温偏高，阳气升腾，肝火、心火、肺火最为多见。这个阶段重点做好清热、润燥、安神，减少温热食材的摄入。秋冬季节气候干燥，体内阴液容易亏虚，肺火、肾火这类虚火更加频发，此时就不能一味猛清，要侧重滋阴润燥，滋养脏腑阴液，顺应季节特点去调养，效果会事半功倍。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提醒各位长辈，年纪大了，五官出现老化是自然规律，比如视力下降、听力减退、嘴唇干燥，这些正常的衰老表现和脏腑有火引发的不适，要学会区分。单纯的器官老化不会伴随燥热、疼痛、红肿、心烦、盗汗这类全身症状，而脏腑之火带来的异常一定是五官不适加上全身多种感受同时存在。学会区分，就不会过度焦虑，也不会忽视真正需要调理的问题。很多长辈一旦查出体内有火，整日忧心忡忡，担心脏腑出了大问题，整日闷闷不乐。其实五脏生火是中老年人群十分常见的亚健康状态，并非严重病症，只要及时发现，及时调整生活方式，大多都能慢慢恢复平稳。过度焦虑、思虑过重，反而会加重火气。放平心态，从容面对，按照科学的方式慢慢调养，才是正确的选择。现在我们把全篇核心金句再汇总一遍，方便大家反复记忆。双眼发红又干涩，多半肝火在作祟。情绪平和，少动怒，养肝降火最稳妥。舌尖发红常溃疡，便是心火往上扬。少熬夜，晚思虑安神，清心身舒畅。嘴唇干裂，口发黏，脾胃积火要当心。三餐清淡7分饱，健脾护胃，少生病。鼻腔干燥流黄涕，肺火旺盛不用宜，远离燥邪，多补水，润肺降火，呼吸宜。耳鸣耳痒，听力降，肾中虚火暗中藏，劳逸有度，少操劳。
滋阴护肾，保安康。五句金句对应五脏之火，朗朗上口，好记好用。平时和老友闲聊，也可以互相提醒，互相学习。养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，分辨五脏之火，依靠五官自查，只是养生的第一步。真正想要脏腑安康，五官舒泰，还是要把良好的生活习惯融入每一天的点滴当中。一日两天看不出变化，长久坚持，就能明显感受到身体的改变，不再被各类上火小毛病纠缠，吃得香，睡得稳，精神足，晚年生活也会更加舒心自在。很多长辈一辈子辛苦操劳，到老了身体出现一点小问题，就容易胡思乱想。其实学会这些简单的自查知识，就能做到心中有数，不再盲目恐慌，也不再盲目调理。懂一点养生常识，就是给自己的健康多添一份保障，也能少给儿女增添负担。这也是我坚持分享这些接地气养生知识的初衷。本期内容仅为传统健康养生知识科普，日常身体状态自查经验与生活调理建议分享。所有五官对应五脏、分辨内火的内容，以及饮食、作息、运动等调养方式，均仅供大众参考、学习与交流。本内容绝对不能替代正规医疗机构的诊断、检查、治疗以及专业用药方案。若五官出现持续疼痛、溃烂、出血、听力视力骤降、剧烈咳嗽、严重耳鸣等明显不适症状，或是全身燥热、失眠、体虚等问题长久无法缓解，请务必前往正规医院就诊，听从执业医师的专业指导进行干预与治疗。切勿仅凭本期内容自行判断病症，随意服用各类调理食材、茶饮、药物。不同体质、不同基础病症的人群调养方式存在差异，盲目效仿可能引发肠胃不适、症状加重等问题，因个人自行判断。盲目调理所产生的一切健康后果，均由当事人自行承担。本账号及主播不对任何人自行调理引发的相关问题承担责任。请大家理性看待养生知识，坚持科学就医、科学养生，珍爱自身身体健康。最后再和各位长辈多说几句贴心话。我们的五官陪伴我们看遍风景，品尝美食，聆听声响，它们和体内五脏紧紧相连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养护五官本质上就是养护五脏，养护我们整副身体。不要等到小毛病拖成大麻烦才想起重视，日常多观察，多留意，发现细微异常，及时调整生活状态，防患于未然，才是最高明的养生之道。愿每一位长辈都能看懂身体发出的信号，养好五脏，五官舒泰，身体硬朗，日日平安喜乐。